記得我最初開始接觸股票嘅時候呢，一直以為自己係喺度投資緊，咁但係其實梗係投機啦，冇做功課，人哋講咩呢我就買咩㗎啦，仲以為呢一買就賺，結果當然就係輸錢啦。之後我去咗銀行做嘢，當然喺銀行做嘢嘅工作係好辛苦又好忙啦。加上我自己又唔係出生喺啲有錢嘅屋企度啦，但係做嘢越辛苦就越想早啲擺脫呢啲咁嘅生活，為咗脫離呢個窮忙族嘅生活咧。咁當時我自己係真係睇咗好多嘅投資書啊、理財書等等嘅。咁講翻自己少少嘅背景啦，咁我自己喺銀行咧其實做過2個唔同嘅 team 嘅。第一條 team 咧就係債券 team 啦，咁之後我就轉咗去另外一條 team 咧，就係幫一啲中港或者亞太區嘅公司咧去美國上市嘅 team。咁啊老實講，我喺銀行做嘢上面學到嘅知識啊經驗，真係比書上面咧教嘅多好多好多。根據我自己咁多年嘅投資股票嘅經驗咧，我可以話喺市場上面咧，實在有太多嘅資訊。例如咧，最近好多人都話乜嘢東升西降，又或者係西升東降，到底買港股好啊，定係買美股好呢？真係都唔知聽得邊一個所謂嘅專家意見先係好嘅。咁好多新手其實同我以前一樣，只要係一啲親戚朋友啊，甚至你三唔識七嘅所謂專家話買邊隻股票呢，你就真係走去買嘅。結果呢，你就輸完港股之後呢，就再輸美股。對我嚟講啦，輸錢咧其實可能係你冇根據自己嘅需要同埋興趣咧，係選擇合適自己嘅市場裏面咧去投資嘅。影片開始之前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 啦，同埋訂閱。訂閱嘅時候咧，記得 click 翻個 long 啦。提一提大家啦，呢段影片咧係教學同埋分享用途，就唔係一個投資證券嘅買入賣出建議。投資有風險，記得自己做好功課啦。咁如果你問我究竟應該投資邊一個市場好呢？無論係美股定係港股啦，對我嚟講最重要都係要先了解佢哋唔同嘅特性。依家咧，我哋一齊比較下美股同埋港股嘅市場先。第一，我會睇成本啦。成本就包括2樣嘢嘅，第一就係稅項，第二咧就係入場費。提一提大家啦，我自己咧就唔係稅務專家嚇，以下嘅資料咧係喺網上嘅資料上面咧，我揾咗出嚟再整合出嚟嘅啫。咁建議咧，如果你哋有關稅務嘅問題咧，要諮詢你哋嘅會計師啦，或者係稅務顧問咧，再確認一下啲資料咧有冇錯漏啦。好，喺稅項方面咧，港股係冇資本利得稅同埋股息稅嘅，港股係淨係有呢個股票嘅印花稅，每單嘅交易金額咧係0.13% 嘅印花稅。喺美股上面，如果你唔係一個美國嘅居民咧，美國嘅資本利得稅咧係視乎美國同你居住緊嘅國家嘅協議。如果你係住喺香港嘅話咧，咁你其實係唔需要俾美國嘅資本利得稅嘅，但係咧你係需要俾30% 嘅美國嘅股息稅。如果你係比較中意投資喺收息股嘅話咧，喺稅務上面美股咧就要俾多一啲啲啦，而香港嘅稅咧就較少。第二咧就係睇入場費啦，喺香港嘅市場買賣嘅單位係用一手一手咁樣去計嘅，咁而每間公司嘅一手嘅股數咧都唔同。譬如阿里巴巴咁啊，佢一股咧係75蚊港紙，一手咧係100股，咁所以佢嘅入場費咧大約係7500港紙啦。而喺美國嘅市場裏面，你可以一股一股咁樣買。咁譬如 Amazon，佢而家目前嘅股價大約係93蚊美金，咁一股嘅成本咧即係726蚊港紙啦。所以相比起港股咧，美股嘅入場成本係低好多。譬如如果你想分批小注咁樣咧，逐階段咁樣入場嘅話，或者你係想設定一個比較 diversify 到嘅投資組合嘅分佈咧，你嘅入場成本低嘅美股咧，喺呢方面嘅彈性咧就高好多啦。第二，同你睇一睇市值同埋產業嘅比較，標普 S&P 500指數嘅資產價值咧，依家大約係講緊34個 trillion 美金，而 S&P 500啊，即係包括咗美國500多間咧最頂尖嘅公司，佔美國股市嘅總市值咧係講緊成80% 㗎啦，而整個嘅美股嘅市值咧係大約41個 trillion 嘅。港股嘅恒生指數咧嘅成分股數咧係73間公司，淨係睇公司嘅數目咧，相比起 S&P 500嘅503個成分股咧，恒指咧就少好多啦。咁而佢追蹤公司嘅總市值咧就大約係1.92個 trillion。即係港紙嘅15個 trillion，淨係睇市值嘅話咧，美股嘅市值就大好多啦，34個 trillion，同埋港股嘅1.92個 trillion。市值大嘅市場有咩好處咧？好處就係咧，佢嘅內幕操控嘅市場咧嘅門檻咧就會高好多啦。多人咧咪成日講話咩莊家啊、內幕人士交易啊，同埋一啲股價操控嘅情況咧，喺美股上面個難度就高好多啦。咁當然啦，美股都會有大戶嘅操作嘅，咁但係因為佢自己市值大咧，所以佢操作起嚟嘅時候
候，個資金咧就需要更多啦。所以喺呢一方面嚟講咧，我自己就認為美股比港股咧係比較公平嘅。而 S&P 500嘅主要嘅頭5大成分股咧，分別就係第一位嘅資訊科技啦，就大約佔26.3%。第二咧就係醫療保健，第三咧就係金融行業，分別係佔15%同埋11%。之後咧就係非必需品嘅行業啦，同埋工業。好，又睇一睇恒生指數嘅5大成分股嘅產業啦。第一就係金融業啦，佔36%。第二咧就係資訊科技行業，佔27%。第三就係非必需品嘅消費啦，就9%。之後咧就係地產建築業，有6.8%。相比起 S&P 500啦，你可以見到恒生指數咧，佢係比較側重喺呢個金融業上面。其實我自己咧係超中意一啲新科技嘅產業嘅，咩電動車啊、AI 人工智能啊、咩太空啊、再生能源啊、大數據呢等等等等呢啲咁嘅產業咧，喺美股嘅世界咧係有好多嘅選擇。我自己咧就好中意研究呢啲咁嘅未來產業，覺得佢哋嘅增長前景咧都會比較大。但係睇翻港股啊，雖然港股嘅產業嘅種類比較少，但係咧香港人就係較熟悉呢啲嘅產業，所以對於一啲好怕睇大量嘅英文資料嘅人嚟講咧，研究港股嘅公司睇下財報啊，比較得心應手啊。我哋都比較下港股同埋美股嘅回報，我哋睇一睇咧過去5年嘅美股嘅回報同埋港股嘅回報咧嘅一個比較。根據恒生指數咧嘅5年嘅表現咧，佢總共由高位跌咗41%，咁相反咧美股 S&P 500嘅指數咧就比5年前升咗53%。咁好多人咧都關心呢個科技股嘅表現啦。我哋依家一齊比較下美股嘅科技巨企 FANG 同埋咧港股嘅科技巨企 ATMXJ 喺過去5年嘅回報。港股上市嘅科技巨頭睇一睇阿里巴巴，佢比起5年前咧係跌咗62%，騰訊咧係跌咗32%，美團咧係上升91%，小米咧比5年前係跌咗54%，京東咧就跌咗12%。睇一睇美國嘅科技巨企嘅表現啦 ，Facebook Meta 咧比5年前跌咗39%，Apple 比5年前咧升咗243%，Amazon 升咗57%，Microsoft 5年內咧升咗194%，Google Alphabet 咧喺5年內升咗83%。咁雖然咧美股過去5年嘅表現好好啦，但係高估值亦都代表咧佢風險較高啦。高嘅股價亦都同時代表市場嘅投資者願意為公司嘅未來現金流嘅價值咧嘅一個代價，即係代表市場對美股喺過去5年以嚟咧佢嘅信心咧都係較高。低估值嘅港股咧都有相對嘅優勢嘅，因為依家市場可能低估咗公司未來嘅現金流同埋佢嘅前景，但係呢亦都代表市場普遍對港股嘅發展預期咧係較低啦。咁記得咧，當年咧我喺美股 team 做嘢嘅時候咧，係幫一啲國內嘅一啲電動車啊，或者 FinTech 啊，或者電商啊呢啲咁嘅科技公司咧去美國上市嘅。咁接觸多咗咧，其實我自己都發現自己咧非常之中意呢個未來科技產業啦。而喺美股市場咧，正正係好多呢啲科技產業公司咧，係值得深入研究啦，甚至去投資。對我嚟講咧，研究自己中意嘅產業咧，其實都係一個有趣嘅過程。相對嚟講咧，就冇咁辛苦啦。但係記得我當時未有美股戶口之前咧，如果要獨立開一個美股嘅戶口咧，係要另外花時間交一大堆嘅文件俾銀行。但都唔緊要喎，交咗一堆文件之後做完，仲要填埋一啲咩投資意向問卷啊，之後先可以真係正式開到戶。其實真係諗起覺得成個過程都係好麻煩，好麻煩。但係的確，無論你咧係決定咗要投資喺港股、美股，定係你兩個市場都要想做分散投資啊，點都好，其實咧只要係你想開戶口嘅咧，準備一大堆文件同埋認證流程咧，係避唔到嘅。如果你同我一樣好怕麻煩，我介紹你用 Citi Plus 嘅戶口啦。Citi Plus 係一個全面嘅數碼理財戶口，隨時隨地咧用 Citibank Mobile App 就可以 manage 到儲蓄啦、外幣買賣啦，甚至乎係股票投資等嘅理財需要，只需要一隻 App 同3分鐘。輕鬆申請3大股票交易市場，幫你買齊港股、美股同埋 A 股，買賣前後咧仲唔使將啲錢轉嚟轉去添，一隻 app 咧可以幫你 manage 好晒所有股票，買賣股票剩翻落嚟嘅錢仲可以賺高息添。咁美股、港股咧雖然都各自有優勢啦，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問我嘅睇法啊，其實兩個市場都有唔同嘅限制，呢啲限制可能唔係對所有人都有影響，但係我都想即係特別提一提大家，即係譬如咁講，如果你係中意抽身上
上市公司嘅股票嘅話，喺美股嘅世界裡面咧，散戶基本上係冇乜可能可以參與到呢個抽新股嘅，佢個門檻係非常之高。一般咧，淨係有啲專業嘅投資者或者係啲機構嘅投資者咧，先係可以參與到呢個美股嘅 IPO 嘅。但係港股嚟講咧，散戶咧就比較容易去抽新股啦。而喺產業上面咧，港股嘅產業咧係比較側重喺呢個金融業同埋地產上面啦。佢指數成分股嘅市值咧，亦都比較細。咁而銀行股啊、地產股咧，本身都係一啲週期性嘅產業嘅股票。週期性嘅產業咧，即係咩咧？即係佢哋對呢個經濟嘅週期嘅盛衰啊，好敏感。而因為恒指個成分裡面咧有太多嘅週期性嘅股票，亦都大大影響咗港股嘅長期表現。相比起美股咧，美股嘅產業比較多啦，亦都唔會淨係集中喺週期性嘅產業上面。當中亦都有好多嘅成長科技股啦，而呢啲嘅成長股亦都係長期推動緊呢個美國嘅股市。都有啲人會問喎，喂，咁美股估值貴，港股係咪好抵買咧？啱。高估值咧係代表高風險，不過估值高亦都代表市場對依間公司嘅前景嘅預期。咁譬如好似 Tesla 咁啦，佢依家嘅市盈率咧仍然有80，即係代表雖然股價貴啦，啲人仍然係願意俾呢個價錢去買入呢隻股票。咁係咪即係話人人都要走去買 Tesla 咧？又唔係咁講喎。因為有啲人咧本身一聽到要研究4個轆咁樣咧，呢啲咁嘅嘢已經一講車就話唉好悶，唔好搞我。而且咧有啲人係好怕睇大量嘅英文資料。如果你都係嗰類人嘅話，咁你又點會想去研究 Tesla 嘅年報睇佢嘅新聞咧？啱，我唔認為咧港股就一定冇好嘅公司，亦都唔認為美股咧所有嘅公司都係好。但係重點咧都係要根據自己嘅需要同埋興趣啦，有自己獨立思考能力咧先係最重要。咩專家啊、YouTuber 啊，聽下佢哋講嘅嘢咧當參考就可以啦。無論你想投資喺邊一個股票市場，依家咧開 CT Plus 嘅戶口咧會有一啲開戶嘅現金回贈同埋股票優惠嘅。詳情咧你可以 click 翻下面嘅連結睇睇啦。另外今次咧都有個獨家嘅股票開戶優惠俾大家，由即日起到2022年12月31號咧，喺下面嘅 description box 嘅活動表格登記，同埋輸入 Ring is here 呢個獨家優惠碼開 City 股票嘅戶口，同埋完成指定嘅累積交易金額咧，就可以享有高達港幣700蚊嘅現金回贈。唔好錯過啦！記得要用呢張 form 啦，登記同埋輸入呢個優惠碼咧，先有 Ring is here 呢個獨家優惠㗎。你都留言話俾我聽，你會選擇港股定係美股定係兩隻股票都買晒咧？好，今日咧我就分享到呢度啦。如果你中意呢段影片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留言、share 同埋訂閱。訂閱嘅時候記得 click 翻個 long 啦。下次再見，拜拜。